Hello，大家 Hello 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8点半，我们现在的直播呢准时开始啊。那我们一开始呢也是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先来打个招呼，你们好啊。那你们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啊，你们到底是来自于哪里的？你们是来自于香港，还是台湾，还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等等啊？你都可以在留言区写下来，你到底是来自哪里，然后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打个招呼。那如果你也是听重播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写下你到底是来自哪里的，那我们也是可以交流然后来互动一下啊。那一开始呢，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的内容，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呢是准备了以下3个主题，那同样的也是你可以想听哪一个内容多一点的你可以去投票比如说你想听 A。到底下个星期美国大选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做部署呢？我们到底方向和策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呢？你如果想听这个话题多一点的，你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个 A。那又或者是你如果是想听七啪啪或者是我来讲一下一些强势股或者是十倍股的话那你也可以写一下 B。那第 C 呢，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去寻找这些强势股或者是十倍股呢？那我们有2个具体的行动的方法。如果你对 C 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写 C。那我们来看一下，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是对哪一个话题更有兴趣的？大多数好像是 B 哦，那投票还没有结束有什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快点讲。那我们就在那个话题里面讲的深入一点探讨多一点的内容然后呢还是老传统就是如果这个直播能够到达1000人的话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去提问一只股票，可以问一下我或者是七啪啪有没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们一般呢在一些公开的场合，我们是不会讲到股票的不会讲个别股票，我们是不会讲到一些个别的股票的那如果你想听的话就要等到1000人的时候就可以来投票问一下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 D 是什么？D 是什么？我不知道 D D 还没有准备OK，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大约大家还是 A 和 B 多一点特别是 B 那我们先讲 B， 既然大家对 B 感兴趣的，我们先讲 B， 讲完 B 之后再讲 A， 好吧 ？OK， 那 C 也有那这样吧，我们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回顾一下过去虽然过去我们是好像比较少做直播但是呢，过去2个星期确实那你可以看到的，其实整体上来说整个大方向其实也是跟我们在这个是10月初的时候那一期直播的时候讲到的对，那个时候呢，我们说到其实香港或者是中国的股票市场呢可能因为当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是严重的超买，所以呢短期内调整的机会，这个机会呢是相比以前要大了可能随时都会发生。而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个月你可以看到我们是基本上来说看准了，所以呢最近的中国和香港的股市都是在经历一个调整期那除此之外其实我们在最近我们也是把握到了好几个强势股那无论是中国中概股或者是港股，或者是在美国上市的股票，也是同样的，我们都是用了这套方法去不断的去寻找这些机会那今天到底我们找到哪些强势股我们也是可以在这里分享一下那我们一开始呢先来看一下第一点呢我们先来讲一下 A 的部分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大盘整体的方向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其实呢在1个星期之前，我在 GMT 里面有说过其实呢这一刻美股它其实要面对好几个未知的因素，而那些投资者呢往往是不喜欢这些未知的因素。那有什么未知的因素呢第一点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总统的选举，我们现在还是没有一个100%清晰，到底哪一个总统会选举成为下一任的美国总统。不如这样，我们好玩一点好不好？我们都没有美国的总统的投票权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一下你喜欢2个当中特朗普和贺锦丽OK 哈里斯你喜欢哪一个多一点？好吧，我们互动一点，好玩一点，我们也
看看我们这个不是美国本土的选民啊，当然如果你是本土的选民也可以说但我们这里大多数都是不是美国本土的这个公民的话那我们喜欢哪一个多一点你们写了之后我也可以讲一下，一会儿讲一讲我哪一个多一点OK 我目前看到就是很多人全部是川普，只有一个 Harris。大多数还是川普 ，OK， 只有一个 Harris，OK， 那我继续来说吧，就是在最近呢，除了总统选举这个位置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呢，现在已经是逐渐的消除掉了这个未知因素，就是美股的业绩期。那上个星期我是这样跟同学们说的那当时候美股七雄还有5家公司它是没有出业绩报告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业绩报告是能够左右能够影响到美股整体的方向的那你可以看到上个星期那些公司出了业绩报告有些公司它确实它的业绩很好但好像市场它有另外一种的看法他觉得有一些方面他可能有些担心，或者是有一些没有达到预期吧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就算它的业绩很好，就算它这个季度的业绩预期是打过了市场的预期，但是它有一些小小的因素市场是对它有一个不一样的看法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 Magnificent Seven 的股票除了 Amazon除了Google 之外其他的好像也是在盘后的时候它出的业绩报告就是跌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是当时候的一个未知的因素。那当然现在呢这个因素已经是知道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下个星期也是有很多的公司它都在发布业绩，所以这个也是会影响到整个大势整个市场的走势，但相对来说已经是没有像上个星期一样那么受影响了那除了这2个未知的因素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议息会议到底未来这个议息会议他们会宣布降息降多少呢？是1码还是2码呢？那目前我们看到，其实市场是预期极大的概率会降1码但具体它会降1码还是2码，还是不降息，这个也是一个未知的因素。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在最近的一个星期，整个大盘都是没有方向的甚至在最近的这2天，你可以看到这里是4个指数，分别是 Dow Jones IWM 包括代表纳斯达克的 QQQ， 包括还有这个代表S&P 500的SPY 这4个 ETF 的指数，你可以看到最近呢都是跌破了20天线，并且也是跌破了一条上升的趋势线，这个是一个支持位。但现在因为它在经历一个调整，而现在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短暂的跌破，到底它之后能不能修复失地，我们还要再观察。而在目前这一刻我们来看的话呢是一些不是那么正面的信号起码你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你可以看到一些中小型的股票它是非常活跃的像是我在 GMT 有看到的SMR 或者是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你可以看到它是非常强劲一个星期之内可以涨50%，但现在呢已经不再是那个2、3个星期前的那种很开朗很顺风的一种情况，所以现在呢是有一些情况的改变，就是因为这些未知的因素。那好了我们再来讲一个最近也是一个非常重磅的新闻，就是 SMCI 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个股票呢？因为这个股票我们最一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记得是年初，当时候呢我们是在监体里面做了功课，然后我们把握到了这个机会，在300多块当时候还没拆股就是现在的30多块当时候呢我是有买入到了这个股票，然后呢我们也是后续的有拍 YouTube 有做一些直播也有分享到这个股票然后呢最近它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它之前已经是传闻过它有一些财务造假的新闻，而现在呢它的那个财务它的那个核数师宣布跳船了，
辞职不干了啊，然后啊，它这个股价在盘前就已经是裂口低开了30%啊，非常夸张啊。那也是很多也是很多观众啊，可能也是有留言问，哎，到底这个 SMCI 能不能捞底呢？啊，尤其是啊，如果你是有看长期看这个我们的 channel 啊，我们的频道，或者是你有看过这个股票的话，哎，你会发现现在它好像就回到了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买入的那个买入价，哇，看上去好便宜啊。那到底应不应该捞底呢？那如果你是有听过我的那一套技术分析的课程的话我相信或者是你是有参加 GMT 的话我相信你是已经有了心目当中的那个答案其实呢，我们买股票并不是应该要迷恋或者是爱上一个股票而是我们要通过技术分析来看一下，到底在什么时候买入我的胜算是高的，到底在什么时候我是应该要离场的而你可以看到，我是在30多块的时候买入了 SMCI， 然后是很高兴能够在1个星期多里面赚了好几倍，而我也在那个时候之后呢，有不断的在 GMT 里面提出其实它那个时候它的走势已经是开始出现异常了然后到了6月份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箭头当时候呢整个半导体不只是 SMCI， 整个半导体呢也是出现了一些调整的信号。我也是有在 GMT 里面有警惕那些同学们，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想去买半导体的话在那个阶段来说不合适因为它有出现一些卖出的信号。那当然也包括 SMCI， 而你可以看到在之后7月份的时候的直播，我也有分享到这个看法而在之后呢它也是后续跌了很多很多。那直到它上个季度的业绩报告出来之后它也是跌了很多。然后当时候我还收到了一些观众朋友们问到底SMCI 能不能捞底呢？我也是有回答不要，为什么？因为当时候这个股票已经是到了 Stage 4 呢就是一个长期下跌阶段的股票那之前大家有学过什么是 Stage 1什么是 Stage 2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些进入到 Stage 2就是长期上涨的股票而现在我们要反过来看的就是我们要避开这些 Stage 4长期下跌的股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虽然我在 SMCI 这个股票上面赚了很多钱，但是它跌下来的时候我是跟你们说千万不要捞底更何况它还有一些财务上面的丑闻所以这个股票呢我是避免去碰的。现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有观众要想听听我讲话了，我之后有很多要讲的那这里我补充一下，这就是要学技术分析的好东西了为什么呢？当然它的财务造假，我们作为小股民街外人不可能知道的，对不对？那事先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你看 Rich 叫大家离开的时候是远远比这个丑闻出来之前已经讲了。当这个丑闻一曝光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时候股价已经是跌了很多了，对吧？我们一旦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唯一一个应该要做的就不要去捞底因为捞了又死了，又被套住又跌下来了，对吧？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捞底。但是我们在这个之前，这个丑闻出来很久很久之前，已经叫大家这个不要再买这个股票了。为什么呢？曾经我们讲过的那当时年初的时候涨了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讲，人家都不放过我们，一定要讲的是吧？因为这就是我们看到资金正在撤离。资金在撤离这些资金不是散户的资金来，散户都是去接火棒的那一个高追的那一个接盘的那个人，对吧？那些大户的资金正在撤走所以呢 Rich 那个系统这个技术分析的系统已经看到了这一个到了这个第4阶段这个派货期这个高位这些大户正在派货了，对吧？我们只能通过资金的流动来推测来判断。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Rich 好像这么神奇，可以在几个月前已经警告大家要离开这只股票了所以呢，涨的时候很热闹涨一下很快，涨得很快很刺激，赚到钱了，对吧？但是千万不要赚到口袋里的钱
又回到了这个股票市场又输掉了，对吧？好多的散户输钱不是因为他们从来没赚过钱，而是因为他们赚过钱了，结果填下去，填海一样，哎，看到便宜了再买，看到便宜了再买，看到便宜了再买，结果就越输越多到最后还是香港叫虚打全部输回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补充的一点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其实平时是不喜欢在公开场合评论个别的股票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不像 GMT 我们每个星期有提醒大家，有 Rich 提醒大家，有我来提醒大家，对吧？我们不知道你某一天听了一只股票买了之后，结果你去旅游啦，没有看到我们的视频啦，怎么样啦不懂得下车，结果呢出意外了或者跌了到最后就骂我们了对吧？你骂不骂我们，我们还不是那么介意，但是你输钱就不好了所以 Rich 这个是你多少年前的年轻人？我觉得初中2年级吧，这个初中2年级，对所以你这个故事你来讲吧我经常说的，现在还是给他拿这张照片来笑话就是如果有一些观众朋友们或者是同学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投资的情况之下问七爸爸那七爸爸这个股票能买吗？这个股票到底应不应该投资呢？那他就会拿这张图出来教训你了如果你在不会开车的情况之下去开车危不危险呢？那如果你会车子不危险，车子不危险但是如果你不会开车的话，去开那辆奔驰或者是这辆保时捷那就非常危险了马力越大越危险，因为你不是车子危险，而是你不懂得去灵活这个驾驶的话这个驾驭这个车子的话，那就很危险了我们每次都会讲这句话的，对不对？还讲的不够多，还讲的不够重点不够突出到最后输了钱了又在骂了我们再看一下下一个我们之后有看到有人在外面骂你嘞骂你还是你没有讲过的股票，他都来骂你了，对吧？好，那大家真的要投资先求知，不懂股票就不要乱买，好吧？ How about 美团到了1000人，我讲给你听，好吧？但是其实道理很简单，美团可能没问题，但是如果你不懂美团的时候就像以前460块买美团，那当然有问题了，对吧？我42块买美团，当然就没问题了所以这个美团有没有问题，我还要看你什么价位买，还有你看你用什么方法买，会不会开车？你要是 all in 去借了钱去买 all in 买美团。就千万不要做这样事情了虽然我有一个比喻要做多点功课，假设你好像是在借了钱 all in 这是叫你做多点功课，千万不要这样做好吧 OK all in SMCI 那你就疯掉了 OK 好，那我们继续了OK， 那虽然我们看到在现阶段来说大盘是没有方向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强势股是有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里buy low and sell high 所以再强调一次我们这里会讲3个强势股的股票，不是我们推荐你买不要过了一会儿七爸爸你推荐的那只Rich 你建议的那只，我们只做案例做教材，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选中了这3个。还是那一点我们也不知道你懂不懂开车子，对不对？我们拿一个保时捷，拿一个奔驰，拿一个 Lamborghini， 只是告诉你这些车子为什么当时我们买了 OK， 现在这个价位能不能买我们没说过最重要的还是记住上一张 slide 要先学好，对吧？小米强势啦，对先高我们上次也讲过小米，对吧？今天我们讲美股，讲多点美股，因为美股关键时刻小米的确是强势，我们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也是涨了很多的好，回到给你讲 ready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10月4号的时候这个字好像写错了4号应该是你看一下这个这张小图下面有一个日期，其实那天呢就是 GMT。 Sorry， 我 copy and paste 我没改大家记得重新帮我弹幕写一下，在10月4号的时候2020一个月前当时候呢我们是看到了这个股票它有了一些技术分析的信号，
然后当时候呢，我就在做功课嘛，然后我做了功课之后就 bookmark 写下来，然后就分享给 GMT 的同学们，我到底为什么看到了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到底是什么？到底我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样去做啊？然后我在 GMT 里面也是全部的分享啦。结果你看一下，1个月之后发生了什么？好准哦！它1个月之内涨了77%哦，非常的强势啊。然后你可以看到，透过技术分析去寻找强势股，这个是多么多么重要的啊！如果你不会的话可能你只是买了一个QQQ 或者是 SPY 啊，那这1个月或者买了阿里巴巴不涨Oh my god 那可能你这个月可能只是2%、3%的一个涨幅。有一个网友也加入了 GMT 他经常说港股好闷啊，好闷啊，好闷啊，对吧？你这么多的好的股票，我们要找的就强势股、10倍股，没有叫你去找一些不涨的股票，就这样所以第一点，我也是希望透过这个强势股的案例来告诉你们，我们透过技术分析来寻找强势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下一个呢就是轮到七发法来分享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找到另外一只强势股的。所以刚才那个日期是我这里 copy 过去的，2021年的11月5号我给大家看到，其实中短线 rich 的方法会非常有效，而且是及时有效。这个药一吃下去马上就不一样了，对吧？我吃的这些保健品要吃3年，对吧？但是呢，我是一个非常长线的投资者。我用的方法跟 Rich 是完全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是有意的不一样的，不是说他的不好，不是说我的不好，对吧？他的需要经常的盯盘，经常的去看很多很多的股票然后随时要看这些技术指标买卖的信号，频密的可能要走了要买了，要走了要买了，对吧？那我年纪比较大一点，我比较懒一点，钱也比较多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在乎赚那么多一点点的钱，所以呢，我是比较长线的，而且我喜欢发挥我的优势，我的优势就是基本分析。用一个消费者的眼光、生意人的心态思维，再加上投资者的计算我们有讲过这3样东西来找一些10倍股所以它的强势股肯定是涨了很多，但是呢已经不便宜了要涨10倍的话，基本上要找到很便宜的时候，可能还是被这个股票市场抛售了过度低的时候，就像美团到了70块了、65块了，对吧？这个公司呢也是3年前我做它的研究的时候，就大约是现在这个股价比现在这个股价还要高一点点那个李嘉诚在2016、17年入股的价格跟现在的价格差不多所以呢，这个公司后来是经历了很大的一个幅度的下跌所以我们后来在低位1块多买的时候这就很开心了。如果1块多买的话到它如果要涨10倍，涨到10几块这是有可能的我没有说它一定会涨到但是我觉得以当时3年前这个价位，如果再涨1倍就10多块了后来跌到了1块多。所以呢，当时我是发现了这一个股票那为什么我会发现看好呢？第一个当然是李嘉诚了，对吧？我们知道李嘉诚和他的周女士，他们是长期的有生意人的眼光李嘉诚的判断力眼光那肯定要比我更强了，对吧？我们也是借这个强人的眼光，我们去在他的投资的那个股票里面再去寻宝这是其中一点。那第二点呢，之前我有做过 New Skin， 那是20几年，有没有20几年前？这个差不多2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是这个在年轻人嘛，找出路嘛，这里找点，那里找点，所以呢，当时我做过 New Skin 的时候，我知道抗衰老这一个市场是很大的，因为人都会特别是 Baby Boomer 开始年纪老了都是要开始注重抗衰老了那所以我知道这个市场很大。那这个 True Niagen或者这个 Chromodex 的这个产品呢，以前我没听过是很新的
我以前做 New Skin 的时候就是抗氧化，对吧？但是最新的细胞的这个能量它的 ChromaDex 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突破这个科技上的突破，所以它是拿了很多的专利啦，拿了很多的奖那我在这里顺带讲一下，大家可以在荧幕里面写一下外面市面上你可能听的更多的是一个叫 NMN。一个东西了这个 NMN 呢，听起来好像跟 True Niagen 的这个 NDR 有点像，甚至是混淆给大家以为 NMN 更好，其实这是人家做广告给我们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趁这里也讲一下所以这个其实我用了3年我亲身用了3年，我当然这个作为一个消费者，所以也写一下，这也是我教的其中一个方法，用消费者的眼光。你要亲自去消费，感受一下，作为一个客户，你满不满意这个产品，对吧？所以既然我要吃到自己的嘴巴里，还有我给家里人，我妈妈、我老婆一起来享用的话那我也做过研究那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我们细胞里面需要有一种能量叫 NMN，OK？ 所以细胞里面需要的是 NMN， 但是细胞有个细胞膜。如果我们吃 NMN， 这个 NMN 是进不了细胞里面的，这个细胞膜这个进不了的 ，OK， 给它挡在外面的，所以吃的效果很低，没什么用但是呢，这个 NDR 就是这个 True Niagen 李嘉诚投资的这家公司，它有专利的，它就是把这个NR Plus 这个药的那个成分容易给细胞吸收了之后就变成 NMN 了所以呢，人家外面说我们要补 NMN， 使得我们细胞强化了、活用了等等等等啦。那我根据我的一个研究之后发现 ，NMN 是没什么用的完全没用的，对吧？就是一个做广告的炒作，浪费了钱还没用还错过了有用的东西那我凭什么这样讲呢？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美国是禁止这个售卖 NMN 的，因为在美国 NMN 是拿不到 FDA 的这个 approval所以美国的 FDA 否决了 NMN， 也是不能够在美国卖这个放售的卖的但是香港我们外面看到的 NMN 的牌子啦、广告啦，远远要多过这个 True Niagen，OK，而且呢，它的价格1200多块、1300多块一瓶，这个 True Niagen 大约是200块一瓶。这个价格还是有5倍的价格所以我看到第一个这是有专利的、有效果的，另外一个是没效果的、靠广告的。第二个，为什么另外那个肯花这么多的钱去卖？就是说这个市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有人是愿意给1200多块去买的。而这个 True Niagen 未来我觉得它现在还是在这个教育市场抢市场的时候未来绝对有这个可能，当然我不是管理层，但是绝对有这个可能会慢慢的把它的价格调上去，有很大的空间调上去我刚开始吃它的时候，它的每一颗是100毫克也要卖到200多块，现在是300毫克，就是分量多了3倍，但是这个价格也做到了200块左右，所以比当时的价格还要便宜了2/3那之后再涨回去的话，也绝对有这个可能的。所以我这个一直看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所以刚才有一个网友写了一个评语留言对的，这就是我想带出来的我们要做研究的话，要做深度的研究。作为一个消费者，作为一个我首先要试就感觉到作为一个老年人那我个人有没有用呢？我不能告诉你我吃了之后就怎么样，感觉完全不一样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我要看这个临床实验的数据的话，那临床实验数据是大数据，我个人的一个人的感觉是小数据，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只能告诉你，这个 supplement 补充剂的东西就是你吃了之后好像还可以，不吃呢你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了一点东西一样，不敢不吃。所以我太太就一直在吃。
这就是营养补充剂的一个威力了。吃的时候不会马上啊，像吃了红牛啊，好像很兴奋了，对吧？没有那个感觉，但是你又不敢不吃，这个因为相对来说啊，衰老啦，器官不好了，有什么病啦，那就这个代价太大了，对吧？我还是每天在吃啊，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威力啊。所以我们用消费者和生意人的角度，生意人来想，他的产品比竞争对手好，而且他有大幅度加价的空间，这就是一门好生意了，对吧？再说李嘉诚啊，也不是笨蛋，李嘉诚可以买的，他当时是4块多买的啊。好了，那之后呢？他当然这个产品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直在亏钱啊。我其实也在等他，怎么还没赚钱呢？怎么还没赚钱呢？啊，所以呢，有一段时间他的那个现金储备啊，差不多用完了，所以人家有可能觉得他会倒闭啊，又觉得他，所以那个时候他的股价开始跌到了2块楼下。啊，跌到2块楼下呢。后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业绩报告出来都有详细的做研究的啊，我们也在给 GNT 一直有关注和追踪的啊。那到了那个时候2块以下呢，我觉得是便宜了，但是我们还是忍一下。它是还没有到盈利，还在亏钱的时候，但是它的现金流已经做到正了。所以呢，我知道啊，现金流一旦做到正数之后，而且它在最低位的时候有了一笔款，是它的其中一个客户 Nestle 啊，因为要用它的那个产品啊，就是不光是买它的产品，而且呢给它注资了一笔资金。那它就不会倒闭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它也开始现金流开始转正了。所以当时1块多2块多的时候，我是大量的收集了啊。之前我有买过一点点，因为我是通常做过研究之后，我就会买一点点，让我可以一直在跟踪关注这个公司。但到了2块楼下呢，我是加仓了很多啊。那这一个业绩报告是上一次8月9号的时候，上个季度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这家公司我们觉得市场还是停留在以前比较差的那一个印象啊，反映在股价里是比较差的那一个市场比较差的那个判断，但是我们的判断没有那么差，对吧？还没有赚钱啊，所以呢也不是好到怎么样，但是没有那么差啊，所以当时我们的建议或者我们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这个是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憧憬啊。那好了那到了这一次之后呢，这个业绩报告出来之后，不光是赚钱了第一个现金流是正的，第二个是赚钱了，第三个他赚的钱也要比整个市场预期要高很多。OK， 所以这个股价其实从20多块。那我觉得20多块是炒得太高了，对吧？当时但是你要想，他在6块多的时候也有配过股李嘉诚是在4块多、3块多的时候有买过，对吧？跌到了2块1块这是严重的。1块多的时候，基本上这个人家在怕他会倒闭所以呢，当时没有人敢买但是我就你看是有收集过一点，对吧？那最近涨了星期五出了这个星期四出了这个业绩报告星期四的收市之后，那星期五一开市之后它就涨了很多，涨了60%多涨了60%多我还持有我是一个长线投资者，但是呢，我也适当的套现了一点因为我本来买它的原因就是觉得它是严重被低估了那现在已经不是严重被低估了。我的目标已经达到了就是我套现一点，那套现了之后基本上我的希望就是如果再涨的话，我会再套现套现到我的成本是0那以后就放风筝了，就没有压力了，对吧？所以我不在乎赚钱但是我赚的股票把这些赚了的股票就可以长线持有了那以后一边吃这个长生不老药，一边这个享受这个股票年纪活得长一点复式回报，像巴菲特一样复式回报，财富也可以多一点了，好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对大家有没有启发有什么启发可以写在弹幕上。你现在涨了60多你才讲，你为什么不早点讲呢？对吧？对吧？观众朋友们，你们觉得是不是他涨了60多的时候才讲，为什么你不早点讲？我们 GNT 有讲
那其实啊，这也是要告诉大家一点，其实我们另外一只股票有讲过的叫 Lemonade， 11月之前，我们把 GMT 的内部的分析公开了11月之前 ，OK。结果你看外面的附图的留言区哦，这还给我发现了，附图的留言区在骂谁啊？骂个扑街仔呀，700-800个扑街，他都没讲，对不对？他都没讲，是我讲的，结果人家说他讲的，还骂他，骂他不是输了钱骂他哦。你看下面的留言，他是16块走了，我们讲的时候是12块，结果他说我16块走了，还赚了钱。结果还要骂他哦，对吧？所以我觉得在外面讲股票涨了，赚了钱也会骂我们。那如果输了钱了，不是要来砍我们了，对吧？所以沈大师做的事情我们不要做了，还是不要讲股票了，对吧？啊，有人说在 GMT 听了啊，所以我们 GMT 真的有讲，是不是啊 ？OK， 那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的不在公开场合讲太多的股票那所以还是那一句。大家自己学啦那自己学了自己来发现自己赚钱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把 Rich 的10年的功力21天掌握，把我的30年的功力22天掌握为什么是22天呢？因为我把第一天的课程65分钟的课程免费送给你你觉得靠谱的好的帮到你的能赚更多钱的，那之后的21天你就付费来学了，对吧但是我保证付不付费另外一件事情，头一天的免费课程你学完之后，有10个关键的思维的改变绝对会帮到你之后的投资马上改变所以免费第一天那当然了 Richna 课程适合一些中短线的捕捉2套不同的方法，我的是基本分析框架思维看战略看商业模型，他的那一个是看资金的流动技术指标，还有没有补充Rich？ 没有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那个课程其实你第一天是送的嘛，那如果你再加上第一天的课程那就不只是21天了应该是22天。对22天22天那没有补充，没有补充了我们继续讲其实呢带出一点骂人其实没好处的啦，对不对？我们最近有一个马来西亚的同学，他是19年的时候在线上认识了我们，听了我们的课程，他是先报了线上的课程，然后我们去马来西亚办这个线下课程的时候，当时我们俩去那里办这个线下的投资心理学，他也来上了那最近呢，他不光是在股票里面赚到钱，他买楼也买到钱也赚到了他是比较保守的，他说大约是低过市价20%到30%，但是我听完之后我觉得是可能还不止但是我就用他的保守来说20%到30%，他这一次他不光是这个写短信来感谢我，这一次他去广州公干，那大家知道广州到香港也要一段时间，他是特意的赶来，本来说要今天星期天赶来的，那我跟他说我今天晚上有直播了，打算直播了，不如你这个昨天这个星期六我说你不如你今天晚上来了，我昨天跟他说的他就马上过来，所以你们看到6点04分才过这个罗湖的关口，他说过了过了之后我们当然吃了顿饭我们还有2个香港的本地的学生也是借着机会之前上课的时候跟他认识了，也趁着机会出来吃了顿饭之后，我们到办公室里面谈到了12点多他的那个最后的火车都不坐了，最后要坐这个24小时的大巴回去深圳那今天回马来西亚，对吧？那你们看到当赚了一点点来感恩，我昨天跟他说的，对吧？因为他的行动才有这个威力，所以不要感恩我，他还是在感恩我。但是呢，你感恩的时候，我昨天跟他这个从6点多一直到这个晚上12点多，对吧？我们也有谈话也有给他 coaching， 也有给他看怎么样能够更加成功。这个就是当你
主动的去感恩人家的时候，对吧？人家也会更加乐意的来帮你啊，而不是说那个仆街仔，你还赚了钱哦，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是小气啊，我们是感恩的，我们也在感恩你骂了他之后，让我们可以永远的记得在这里啊。真的是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要感恩。所以我，那个骂你仆街仔那个人，我是很感恩他的，因为我觉得真正就是我想带出来的，感恩才能吸引更多的财富。大家同意吗？OK，同意的啊，同意的可以。OIC，我们很少做这个 OIC 了啊。OK，好啊，讲完了感恩之后呢，我们来讲讲 Lemonade。Lemonade 这一个星期也非常不错啊，对不对？我们这个是上一次 Lemonade 出来的业绩报告的时候啊，这个公司呢比较波动啊，有时候啊这个业绩前哇涨很多，结果业绩一出来哇跌很多，有时候呢业绩前不怎么涨，但是业绩之后就涨很多啊，所以我们不能光看这个技术分析了，这个技术分析这时候就失灵了。那我个人是有也是非常深度的分析了这一家公司。其中我们深度分析的时候，当时也是在 YouTube 展开过，对吧？我没叫你买哦，对吧？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只有12块，12块的时候就是在2023年9月8号，大约1年前，我们在 GMT 先讲过讲的时候12块买了，你从20块跌到16块，还赚了钱了，对吧？要骂我们干什么，对不对？好，我们继续看了那上一个财务报表出来的时候是8月2号，8月2号的时候呢，他当时出来这个业绩报告之后是跌了20%所以这个是不是波动蛮大的，对吧？这次涨了40-50%我忘了但是上一次是跌了20%所以我当时就说，它跌下来之后是更加的再一次的吸引我了。它在20多块的时候我是卖的。它到了20多块，我做一个仓位管理我是这样的，我不知道它的业绩好还是不好，对吧？如果它好的，我还持有，还有很多股票那如果它是不好的话，那我套现了，就有这个资金可以再买回来了所以它结果真的是跌下来了，跌到18块了我记得后来到了16块左右我就买了一点那所以呢，在这里附图的软件挺好用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基本上蓝色的点就是我买的时候，橙色的点就是我放的时候当然这个技术指标我也有用一点，对吧？技术指标我用了之后我这里没打出来，基本上每次卖走都是一个顶当然它调整了之后再涨上去，那个顶就不是顶了，对吧？或者我买了之后基本上都是个底基本上摸得蛮准的，所以我们有做深度的基本分析这个是个10倍股，我用了10倍股的框架，我们刚才讲过的，我那套10倍股的框架里面，你听了你就明白为什么我看好这只股票了另外再用了一些技术分析你可以用 Rich 那套课程学了之后能够看技术分析的一些信号，做到低买高估了那当然技术分析他现在比我强我这个是我自己的技术分析所以我相信如果你学了他的那个技术分析之后，一定会做得比我更加的好的那我的策略也是非常的一样就是通过低买高估那最后做到零成本做到零成本之后，那我就等它放风筝了，对吧？这个股票能涨多少我不知道，我的个人感觉是它是个10倍股所以从12块我开始买，涨到122有没有机会它曾经最高的时候好像是180多块，我忘了这个180多块跌下来，那当然180多块可能是很高的可能是当时炒过头了，不知道但我只能说现在这个价位比孙正义 SoftBank 在 Round D 第一轮的时候入来的价格大约是差不多的那孙正义是还没有上市的那个第一轮价格所以12块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在 GMT 里面，我记得我说是一半的价格，人家都造这个酒店差不多造完了，一半的价格来买。
对吧？这个当然就直播率就很高了啊。但是也是那一点啊，要投资先求知啊，还是拜托不懂股票不要买，不要买了之后下次就说不该仔，你那个股票从80块跌到65块了，我们讲的时候是20几块，对吧？OK，拜托拜托，先学习啊！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叫大家上课上课，不是要卖你课程啦，因为不希望你输了钱来卖，扑街仔啦，好无辜啊，对不对？OK，好，那我们讲讲大家都关心的这个美国的大选啊，我先讲讲，刚才有人说啊，有些喜欢川普啊，特朗普，有些喜欢贺锦丽啊，哈利斯，我不知道现在的名字很乱了啊。那我个人觉得呢，这两个总统的候选人，以我的认知。我的这个怎么看法，特别是对投资的看法啊，之后 Rich 会有一些更加详细的一些看法啊。那第一个呢，特朗普是个生意人啊，所以如果特朗普当选的话，特别是他是倾向富人的，美国的富人的啊，所以他倾向是减这个企业的所得税，减富人的税啊，希望是通过这个用手段量化宽松也好，降息也好，什么也好，总之要把美国的经济搞好这是他的理想。那我个人觉得，他如果当选的话，对美国的这些大型企业赚钱的这些企业可能是 Magnificent Seven 赚钱的这些，因为他们的税可能会降低，所以短线可能会炒作一下这是一点所以外面的特朗普概念股，对吧？第二个，他是不相信新能源的，是支持这个传统能源的，所以这些传统能源的股票可能也有一个支持第三点，它是美国优先美国优先，但是呢，它要加关税，一定会使到美国的通胀好不容易搞下来了，美国的通胀又回去。那美国通胀回去之后带来可能又会不再降息啦，或者甚至要加息啦，又回到了强美元啦，加息啦那可能会不利海外的股票市场所以我们要客观的，虽然我是很喜欢中国的股票涨，但是我们要客观的看，特朗普上去之后，可能对全世界的股票，非美国的股票会有点不利美国本土的股票，特别是刚才说的传统的能源大公司赚钱的大公司，还有一个银行业，它是想这个少点监管银行放手的去这个赚钱所以这些可能会有利当然他能不能赢我不知道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贺锦丽哈里斯他如果赢的话呢基本上他是已经被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宣传片宣传到他是没有任何的脑袋的，没有任何的逻辑的，什么都不懂的，什么都没有政策的那我觉得他会延续拜登的政策。那我个人觉得呢，拜登作为美国来看的话呢，是比较差劲的第一个，他滥用了美元这个资产来制裁俄罗斯等等等等所以搞到现在全世界在反这个美元这是拜登搞出来的。第二个他也是要各种科技要制裁中国。那其实是很可惜的如果不制裁的话，我很有信心20年之后中国大陆还在用英伟达、辉达的那些晶片但是制裁之后，我有个感觉5年之后中国大陆的这个晶片突然之间像现在的电动车一样，对吧？中国大陆可以电动车超前，可以太阳能超前，那为什么晶片不能超前，对吧？短线你这个制裁那个不给他用，这个不给他用，正好就是给他有个市场所以呢这个我觉得什么打压啦、黑名单啦，都是一些很恶劣的、低质的、低能的、低劣的这些手段好呆屁low grade那
我个人觉得两个来说都不太好啊，但是我个人觉得对股票市场，起码特朗普的话对美股会好像好一点，对吧？对中国的话，长远来说，中国不能已经不靠美国了，就不要幻想美国会对中国友善一点了，不会的了啊。那整体来说，整个拜登政府对伊朗啦、中东的政策啦、台湾的政策，这过去4年，真的是搞到比较差。以前我觉得特朗普比较差，后来拜登上去，我觉得拜登更加差啊，所以我 I don't know 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是现在两个候选人都不太好，都不太好，整个美国以后只会越来越差，这是我的个人的看法啊。我对美国很有感情的，我的大学在那里念的，我的 MBA 在那里念的，我在那里住过10年的，那里有买过房子，那里开始学投资的，头10年都是买美国股票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说我是小粉红啊，我是奶共啦，没有啊，我对美国曾经是我的家乡啊，现在不是了 ，OK， 就是蒙安台呀，没眼看了 ，OK。Rich 到你发挥了。OK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呢，两位总统啊，他的一些政策也是可能会对某一些股票是有一些利好的啊，比如说拜登那一派的政策呢，它是推广新能源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一些太阳能的股票是涨了很多。然后在最近，有一段时间好像特朗普的选票是大幅度的领先，然后呢，特朗普相关的概念股它就涨了很多很多它好像是已经是 price in 了。当时候呢，特朗普的那个选票大跑赢，所以呢也是 price in 可能那些股票也是涨了很多然后呢，相反的，如果是关于贺锦丽或者是拜登那一派的股票，比如说太阳能有好几家它好像反而是倒跌的大盘在涨，但是它是跌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我们现在呢，可以看一下最新的选票，你是可以看到呢，原本特朗普是远远的要领先，但是现在是被反超的那现在呢，你再看一下这个选票的百分比，贺锦丽是比特朗普领先一点点当然几天之后到底是谁当选，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100%的清晰度，到底哪一个会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就很难去买什么概念股了，因为这个真的是随时会变的一会 Harris 领先了，一会特朗普领先了，对吧？还要小心一点，就是概念股在炒的时候，可能是当选之后反而会跌。就像我们10月6号的时候说 A 股A 股复牌内地的政策利好股票啦，结果利好的政策一出来之后反而人家是散了 ，party is over 了，散场了所以这个炒作这个概念股，就算特朗普当选，特朗普概念股也可能是放完烟花了来掉了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去追这些哪一个总统的这些概念股对，反而是长远的来看，这个哪一些行业啦、板块啦，选股不群嘛，哪些行业、哪些龙头公司这个胜算会更高，要不然晚上睡不着觉了。那有句话呢叫做 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或者是叫做 sell the news 那现在呢，这些所谓的概念股其实也是有出现这种的情况。那在10月初的时候刚才那张图你可以看到特朗普的选票是大幅度的跑赢的那其实市场上面也是预计它已经是 price in 特朗普会胜出然后你就看到一些特朗普的概念的东西比如说比特币，或者是它有一家特朗普的传媒嘛 DJT 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股票它也是涨了不少甚至最涨得最强劲的就是它的那个 DJT 涨了好几倍那我们是不会教你就教你或者教你去买这种所谓的概念股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建议它第一波幅很大，第二它只是一个所谓的炒作你可以看到最近当这个贺锦丽的票数反超了之后，这些股票它也是马上出现了一个抛售尤其是 DJT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是更加关注于一些有良好的基本面然后它有一个
有一个增长的一些股票，而并非是一些所谓的炒作。那好了，我们现在来说一下到底哪位总统会胜出，我们是不知道的。而在短期之内到底是特朗普当选也好或者是贺锦丽当选也好它可能也会导致有一些所谓的概念股它会有一些波动也会有一些炒作比如说比特币就如果特朗普当选他那些什么DJT 或者是特朗普比特币可能会有一些因为他当选这个好消息而导致有一些炒作出现而相反的，如果是贺锦丽当选那比特币或者是那个 DJT 就跳水了或者是有一些贺锦丽相关的概念股它又会有一些波动炒作，然后导致这个股票是有这个动能能够上涨的那这个是短期你会看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要知道美国它也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制裁国家也并没有一个情况就是一个总统他是有这么大的能力能够去影响到整个股票的市场你刚才说的是独裁国家是不是？制裁国家他竟然制裁人家，你说的是不是一个独裁国家？对，独裁国家sorry那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刚才那一句我们如果我们是想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去长期在里面参与的，去投资，想跑赢这个市场的，那我们的关注点呢，就并不是这些所谓的短期的炒作什么概念，而是我们要去寻找那些有良好基本面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有背后它有增长潜力的一些公司我们就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一点比如说第一个AI 跑赢出来背后卖产值的那家公司是谁NVIDIA 黄金晶片，这个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又或者是另外如果他们是想AI 化的去做一些AI 的转型或者是想用一些 AI 的生成式的 AI 或者是背后更多 AI 的那个软件到底哪些公司它是能受惠的那你可以看到其中一家是 Palantir当然其实这里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公司。最近的那个 Lemonade 也是你说的 AI 的应用对吗？对，它是大量的用 AI 在它的保险的大数据的分析里面，包括它的客服也是 AI 的所以这也是 Rich 其实也有讲到过的呀那其实有很多公司其实有一些我们也是有在 GMT 有做过研究的GMT 的同学也是知道有哪一些是这些所谓的有强劲基本面有强劲的增长可能不只是 AI 可能在其他的行业它也有这两方面的一个良好的一些好的优点也是有结合在一起的，这些公司才是我们应该值得要关注的，而并不是那些所谓的短期的波动、短期的炒作所以呢到了最后这个也是我今天想带出来的一个点然后接下来就交给你了。对，我觉得我的观点跟 Rich 是很接近的当然我是从一个投资的角度，它是一个比较中线的交易的角度那我作为一个长线投资者的话，我当然会参考学习我的其中一个启蒙的老师我学了8位股神的方法总结出来的这个致富股票，对吧？其中一位就是这个巴菲特巴菲特最近是大量的卖了股票，而且是持有大量的现金。他之前有现金会做回购，现在都没有做回购，继续持有这些现金。那我的理解就是第一个巴菲特有一个叫巴菲特指数，巴菲特指数我们看到是接近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危险的地方了那所以巴菲特是一个价值投资者他是喜欢买便宜货的，那现在贵了就不适合买了所以他是在卖在获利离场。第二个，他持有现金不回购股票，是不是代表他感觉上有很大的可能有一个大的调整或者股灾
我们都知道每一次股灾来的时候，谁都没钱了巴菲特那时候才把钱拿出来捞底了，买便宜货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参考巴菲特的话，那我个人觉得呢，这段时间首先要学习多点学习如果一个股票涨得很高的时候，那适当的可以卖掉点套现点那然后呢再去寻找还没有涨的，但是业绩很好的或者前景很好的暂时还是被市场错杀的这些股票。那当然这些股票需要做功课的，对吧？需要学习然后做功课的那我们要不然不会在 GMT 里面每个星期还要做大量的功课，我们就好像没工作的，其实我们背后是大量的工作，做了之后在每个星期五晚上跟 GMT 的同学来分享所以我觉得这个策略就是多做功课已经赚了不太便宜的了那可以卖一点套现一点拿一点现金再去找一些还没涨的有很大的一个安全边际的，然后一定要多用 Rich 的技术分析来看资金的变动，灵活的一看到不对路了马上要走。SMCI 不能说1月份看好的现在还不走，对吧？你在6月份如果用 Rich 的那个其实不在6月份了，3月份的时候当时候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号我当时候是在3月份全部卖出的那我在刚才那张 slide 里面讲到先后其实在4、5月也是有不断的讲到对，已经是要避免的了。好，那所以今天人数不够1000我们不用讲个别的股票了，对吧？有点可惜但是呢，方法还是给了大家的那下一次我们人多一点，1000人的话，那我可以讲一些个别的股票OK。那今天感谢大家时间谢谢，拜拜。